各位朋友，大家静下心来，听我好好说几句心里话。我研究易经一辈子，看透了人情冷暖，也悟透了天道轮回。你有没有认真观察过，我们生活当中同样都是女人，同样生儿育女，同样操持家庭，同样辛苦打拼过日子，可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有的女人生来温柔有福，一辈子不用勾心斗角，不用拼死拼活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善待，遇到难处总有人出手拉一把，事业路上有人铺路，婚姻路上有人疼爱，一辈子贵人不断，福气绵长，日子越过越贵气。可还有太多中年女人活得太委屈，太心酸，一辈子忙里忙外，付出最多，受委屈也最多。遇事没人撑腰，遇事没人体谅，心里有苦没地方说，肩上有担子没人分担，一辈子单打独斗，孤军奋战，越操心越劳碌，越付出越没人珍惜，越活越憔悴，越活越命苦。很多女人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偷偷琢磨，为什么别人生来就有贵人相助，被人呵护一辈子，为什么自己偏偏命途坎坷，无人帮扶，受尽委屈？是不是老天不公平？是不是自己天生命薄，没有福报？是不是生辰八字不好，一辈子注定劳碌受苦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错了，也悟偏了。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气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贵人。易经讲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天人合一，同气相求。一个人出生的农历月份，对应着天地四时的阴阳流转，对应着五行气场的强弱分布。你在哪一个月份来到人世间，就自带那个月份的天地能量，自带那份命格气场。气场对了，自然感召贵人；德行够了，自然承载福报。命是先天定的，运是后天修的。先天出生月份是你的底色，后天心性修养是你的翻盘。很多女人一辈子过得苦，不是命不好，是看不懂天道规律，不懂自己的命格优势，懂如何守住贵人运，不懂如何积攒自身福报。我今天讲那些玄乎的算命套路，不讲虚头巴脑的心灵鸡汤，我只用易经最朴素的大道跟大家讲明白。农历有6个月份出生的女人，先天自带贵人运，天生气场纯正，心性敦厚，一辈子总有贵人护佑，长辈疼惜，朋友帮扶，子女孝顺。就算年轻时候有点波折，中年之后也能否吉泰来，享福到老。而且我还要告诉所有人，就算你不在这6个月份出生，也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。贵人运不是天生专属，是可以后天修出来的。命格不能改，气场可以养。出生不能选，德行可以修。只要听懂我今天讲的易经智慧，懂得修心、修口、修德、修行，你一样可以激活自身贵人运，一样可以扭转运势，越活越顺遂，越活越有福气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把道理讲在前头。什么叫贵人？很多人理解错了，以为贵人就是大富大贵，身居高位，
有权有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。真正的贵人不一定有钱，不一定有权，却是在你落魄低谷时愿意拉你一把的人，在你迷茫无助时愿意给你指点方向的人，在你受人欺负时愿意为你撑腰出头的人，在你做事打拼时愿意给你铺路搭桥的人，可能是家里的长辈，可能是身边的朋友，可能是职场的领导同事，也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一句良言能点醒你的人生，一次帮扶能改变你的命运，举手之劳能帮你躲过人生一劫。这就是贵人，这就是福报。易经64卦，卦卦都在讲人与人的相处，讲气场感应，讲同声相应，讲同气相求。你是什么样的心性，就吸引什么样的人；你是什么样的能量，就感召什么样的贵人。心胸狭隘的人，身边都是算计是非；戾气太重的人，身边都是小人缠身、善良敦厚的人，身边都是良人相伴、温和包容的人，身边都是贵人扶持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地能量运行的法则，这是老祖宗流传几千年的国学智慧。接下来就逐一给大家拆解农历第一个自带顶级贵人运的月份，就是正月。正月是一年之始，万象更新之首，冬去春来，万物复苏，大地必藏一冬的阳气，从正月开始缓缓升腾，破土而出。易经当中的复卦讲的正是正月的天道气象，一阳复始，生生不息，周而复始，重启新生。正月出生的女人天生就自带复卦的能量，骨子里藏着生生不息的韧劲，藏着向阳而生的底气。你去仔细看看身边正月出生的女人，她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心态极好，从不怨天尤人，生活再难，日子再苦，从来不整天抱怨命运不公，不整天诉苦卖惨，不整天负能量缠身，遇到挫折不会一蹶不振，跌到低谷，懂得从头再来。这种乐观不是后天装出来的，是出生之时天地阳气注入骨子里的天性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正月出生的女人最配得上这句话，她们独立坚韧，不服输，不认命，凡事靠自己，遇事不退缩，永远带着一股向上的生机和希望。我告诉你，贵人永远不会帮扶颓废堕落的人，不会帮扶整天抱怨自怨自艾的人。贵人只愿意帮扶自强不息、向阳而生的人。正月女人的贵人运，首先体现在长辈缘极深，年长的长辈看到她就心生欢喜，觉得她眉眼温顺，心性纯良，浑身有朝气，愿意真心提点，愿意用心呵护，愿意把人生经验传授给她，愿意在事业生活上帮衬她。其次，正月出生的女人，危难之时必有贵人解围。人生总有起落，谁都有跌入低谷的时候。别人低谷只会消沉颓废，越活越消极。正月女人低谷，沉淀自己，默默蓄力，等待翻盘。这份沉稳和韧劲，最容易打动身边的有缘人。总会有高人出现，给他指点迷津；总会有好心人出现，
帮他渡过难关。还有一点最难得，正月生人，懂得感恩，懂得惜福。正月是团圆之月，是拜年感恩、互送祝福的月份。天生自带重情重义的本心，别人帮他一分，他记人10分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定涌泉相报。不会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不会得人帮扶之后转头就忘恩负义。这种品性是锁住贵人运最好的风水。越懂得感恩，身边贵人越多，越懂得珍惜，自身福报越厚。所以农历正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福气深厚，一辈子很少孤军奋战，总有贵人相伴左右。年少有长辈疼爱，中年有亲友帮扶，晚年有子女尽孝，一生安稳，一生被护。第二个自带天生贵人运的月份，农历3月。3月暮春，春暖花开，草木繁茂，百花齐放，春风温润，细雨润物，天地之间阳气鼎盛，气场柔和，对应易经则天罗卦，泽润万物，恩泽四方，气场温润祥和，待人亲和有度。3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自带春风般的气质，性情温婉，心地善良，待人谦和，不争不抢，身上没有尖锐的棱角，没有刻薄的戾气，跟她相处让人舒服自在，没有压力，没有防备，不用刻意讨好别人，不用刻意经营人脉，自然而然就能聚拢人缘，聚拢真心朋友。我常说，一个人的贵人都藏在人情人缘里，你人缘越好，心性越和善，遇到贵人的概率就比普通人高出数倍。3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拥有好人缘的天赋，她们情商高，会说话，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说话从不伤人，做事从不绝情，懂得换位思考，懂得体谅他人难处。在职场当中，最容易得到同事拥护，得到领导赏识，做事靠谱，待人真诚，懂得协调各方关系，就算偶尔有小差错，身边人也愿意包容，愿意帮忙弥补。在生活当中，朋友遍布四方，真心知己常在身边，遇到大事小事，只要开口，就有人尽心相助，遇事有人出主意，难处有人搭把手，一辈子人情不断，贵人不绝。但是我要特意提醒农历3月出生的女人，易经有句古训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天生人缘好是你的先天优势，但绝对不能肆意消耗这份福气，不能仗着自己人缘好就凡事麻烦别人，不能事事依赖旁人，不懂自己担当，更不能把别人的好心帮扶当成理所应当。福气是一点点积攒的，贵人缘是一点点珍惜，懂得低调谦卑，懂得知恩图报，懂得珍惜每一份情谊，回馈每一次帮助，你的贵人运才会源源不断，一辈子越积越厚。3月是播种的季节，种善因得善果。你待人温柔宽厚，别人自然对你真心实意，你愿意伸手帮人，贵人自然愿意护你一生。第3个天生带贵人运的月份，
农历6月，6月盛夏，烈日炎炎，阳气鼎盛之极，开始内敛转化，万物在肆意生长，开始沉淀蓄力，收敛锋芒，对应易经天山遁卦。很多人不懂遁卦的智慧，以为遁就是逃避，就是退缩，就是懦弱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我告诉你，遁卦是人生最高级的生存智慧，不是懦弱退缩，而是知进退，明得失，懂隐忍，会长拙。该前进的时候勇往直前，该退让的时候懂得低头，该沉默的时候静心沉淀，该隐忍的时候韬光养晦。这是多少人一辈子都学不会的分寸感。而农历6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就懂这份大道。她们性格沉稳内敛，沉静稳重，不爱张扬，不爱炫耀。平时话不多，从不搬弄是非，不参与家长里短，但开口必有道理，做事必有分寸，遇事冷静沉着，从不冲动莽撞。最大的本事就是识人眼光极准，看人看心看脸，看人看品不看话。谁真心谁假意，谁善良谁算计，一眼就能看透本质，根本骗不了他。不会被甜言蜜语迷惑心智，不会被虚情假意套路牵绊。这一生能避开无数小人，躲过无数人生大坑。6月出生的女人，贵人运首先体现在姻缘和婆家。识人眼光准，择偶从不盲目跟风，不贪图一时浪漫，不迷恋花言巧语，看重人品德行，看重家风教养。挑选的伴侣大多踏实靠谱，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婆家家风端正，长辈通情达理，婚后能得到夫家全力助力，婆媳和睦，家庭兴旺。其次，事业路上常有高人指点，因为懂得识人辨人，从不乱交朋友，从不盲目拜师，愿意听从真正有智慧、有阅历的长辈提点，虚心学习人生经验，沉淀自身格局。那些有本事、有德行的高人，也愿意真心点拨他，帮扶他，成就他。而且6月女人深谙潜龙勿用的道理，时机未到，从不锋芒毕露，不与人争风头，不与人论长短，默默提升自己，悄悄积攒实力。越是低调内敛，旁人越放下戒心，越愿意真心相待，倾力扶持。遁卦之道，退一步是为了进100步，忍一时是为了福一生。农历6月出生的女人，贵人蕴藏在沉稳里，藏在智慧里，藏在知进退的分寸里。一辈子少有大风大浪，总有贵人保驾护航。第4个，天生自带贵人运的月份，农历8月。8月金秋，天高气爽，五谷成熟，瓜果飘香，是万物收获的季节，是圆满团圆的季节。中秋佳节就在8月，月圆人圆，福运圆满。对应易经风地观卦，风行大地，便利四方，观天地变化，观世事人情，观人心善恶。观卦的核心就是洞察世事，看清本质，把握时机。农历8月出生的女人，
天生自带超强的洞察力，心思通透，悟性极高，眼光毒辣，心思敏锐。普通人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，他一眼就能看透背后的根源。普通人遇事犹豫不决，纠结徘徊，他早已看清利弊，做出最正确的抉择。看人精准，看事长远，看财独到。这份天赋是八月天地气场赋予的本能。首先，他们的财运贵人运格外旺盛，天生有商业眼光，懂取舍，懂投资，懂布局。做生意能看准风口，选伙伴能看透人品，所选择的项目大多稳妥靠谱，所结交的合作伙伴大多真诚共赢。跟着他做事的人都能赚到福气，自然愿意长久相伴，成为他一生的事业贵人。其次，职场之上最容易被领导器重赏识。领导需要能看清局势、看透问题的人，需要能出谋划策、有独到见解的人。8月出生的女人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，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思路，提出别人提不出的建议，做事有格局，处事有分寸，能帮领导分忧，能帮团队成事。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容易被重用，被扶持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，贵人为什么愿意帮你，不是可怜你，不是同情你，是因为你有价值，你值得帮扶，你能给贵人带来助力，带来价值，贵人自然愿意拉你一把，带你成。8月女人的眼界、格局、洞察力，就是自身最大的底气，最好的贵人之本。而且他们最懂审时度势，顺势而为，急躁冒进，不盲目跟风，该静的时候静心沉淀，该动的时候果断出手。人生每一个关键路口都能稳稳把握时机，中年之后运势一路走高，财运亨通，贵人云集，日子越过越富足，命格越过越贵气。第5个，天生后福带贵人运的月份，农历10月。10月深秋，秋风渐凉，万物收敛，草木归根，天地之气归于沉静，归于宽厚，归于包容。对应易经至高无上的坤卦，第4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坤为大地，承载万物，滋养万物，包容万物，默默付出，从不争功，不求回报，心怀大爱。农历10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就是坤卦的化身，心地善良，性情宽厚，包容大度，淳朴厚道，从来不与人斤斤计较，不纠结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记仇，不怨人，口舌伤人，勾心斗角，受了委屈，习惯自己默默消化，不吵不闹，不撒泼抱怨，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，包容别人的过错，在家里默默付出，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，用心教养子女，操持家务，任劳任怨，从不邀功。在外面踏实做事，诚恳待人，不争名利，不抢风头，低调做人，踏实行事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女人太老实，太吃亏，觉得善良包容就是软弱可欺。我用易经大道告诉你，大错特错。天道轮回，从来不会亏待厚德之人。易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
必有余殃。一个人的福气不是真来的，是修来的，是日复一日的善良，一点一滴的善行，慢慢积攒出来的福报底蕴。10月出生的女人看似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，实则每一次善良都在为自己积攒福报，每一次包容都在为自己感召贵人。他们的贵人运藏在德行里，藏在善良里。首先，子女缘极好，教出来的孩子懂事孝顺，品行端正，真气上进。长大成人之后，懂得感恩母亲的付出，成为后半生最大的贵人。养老有依靠，晚年有陪伴，福气绵长安稳。其次，真心知己相伴一生。他们朋友不算数量多，但个个都是真心相待，不掺杂利益算计，不掺杂虚情假意。平日里平淡相处，遇事之时倾力相助，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真心护他周全。长辈更是格外疼爱这类女人，看到她品性敦厚、踏实善良，愿意默默守护，愿意暗中帮扶。但我也要叮嘱10月出生的女人，坤卦讲究厚德载物，也讲究牝马之贞。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没有底线；可以包容，但不能没有原则；可以付出，但不能一味委屈自己。善良要有锋芒，包容要有分寸，不软弱，不盲从，不纵容别人得寸进尺，守住本心德行，守住做人底线，你的贵人运才能长长久久，福报才能生生不息。第6个自带贵人运，一生被人护佑的月份，农历腊月12月，12月岁末隆冬，天寒地冻，万物蛰伏，看似天地一片萧瑟，毫无生机，实则阳气深藏地下，暗中萌动，蓄势待发。这是黎明前的沉静，是寒冬后的春暖前奏。否极泰来，蛰伏蓄力，厚积薄发，正是腊月12月的天道气场。12月出生的女人，天生骨子里带着一股坚韧风骨，能吃苦，能受委屈，能扛风雨，能耐寂寞，性子倔强沉稳，不娇气抱怨，轻易认输。年轻的时候，运势往往多有波折，起步比别人晚，磨难比别人多。别人年少风光顺遂，他默默打拼熬日子，但他们从不眼红别人，从不抱怨命运不公，只管低头扎根，默默努力，沉淀自己，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、厚福无穷的命格。他们最大的特质就是沉得住气，守得住本心，不会因为一时失意就放弃梦想，不会因为一时落魄就随波逐流，认准的方向再难也会坚持走下去，认定的本心再苦也不会轻易改变。12月女人的贵人运和别人完全不一样，别人年少贵人多，中年贵人慢慢变少，而腊月出生的女人，年少贵人不显山不露水，越到中年，越到往后，贵人越聚越多，福气越来越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心需要时间看清，品性需要岁月验证。年少之时，世人都看外表，看言语，看风光，忽略了默默坚守、踏实努力的人。岁月沉淀之后，所有人都会看清谁是虚情假意，
谁是真心实意，谁是浮躁虚荣，谁是沉稳靠谱。12月女人的坚韧、善良、踏实、初心，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自然赢得旁人的敬重，愿意主动靠近，愿意真心帮扶，愿意长久相伴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们身处逆境之时，最容易逢凶化吉。越是人生低谷，越有贵人临门指点；越是艰难坎坷，越有好心人伸手相助。因为贵人最欣赏逆境中不放弃的人，最看重风雨里仍坚守本心的人。潜龙勿用，静待天时。腊月出生的女人，前半生蛰伏沉淀，后半生一飞冲天，福气满堂。只要不急不躁，不怨不累，修好自身心性，筑牢自身德行，熬过寒冬，便是春暖花开；熬过风雨，便是贵人环绕，一生被护佑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肯定会犯嘀咕：我不是这6个农历月份出生的人，是不是天生就没有贵人运？是不是一辈子注定孤单打拼，没人帮扶？是不是后天再怎么努力，也改不了命运？我今天明确告诉大家，绝对不是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看透一个核心道理：生辰八字、出生月份，只是先天的命格底色，只能决定你的起点，决定不了你的终点。命由天定，运由己造。先天的东西我们无法改变，但后天的气场、心性、德行、福报，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全都可以自己修炼。就算你先天命格普通，没有月份优势，只要懂得养气场、修心性、积德行，一样可以感召贵人，一样可以福运缠身，一样可以脱离劳碌命，越活越贵气，越活越顺遂。接下来我就教所有女人如何后天修炼自己的贵人运，不用算命，不用改八字，不用求神拜佛，只做好4件事，就能慢慢激活福报，吸引贵人。第一件事，先做别人的贵人，再遇自己的贵人。很多女人一辈子都在想着怎么找贵人帮自己，怎么盼别人扶持自己，怎么等着别人心疼自己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错的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想得到别人的帮扶，先要懂得帮扶别人；你想被人善待，先要懂得善待别人。不用做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一句暖心的安慰，一句善意的提醒，一次举手之劳的帮忙，一份真诚的体谅包容，都是在积攒善缘，都是在给自己铺路。你帮的人越多，结的善缘越广，你的气场越柔和，感召的贵人就越多。利己先利人，渡人先渡己，这是修贵人运最根本的大道。第二件事，好好修口德，管住自己的嘴。我见过太多女人，命格本来不差，福报本来不薄，硬生生被一张嘴败光了贵人运，耗光了自身福气，整天抱怨生活，抱怨丈夫，抱怨孩子，抱怨命运，满口负能量，浑身怨气重，谁靠近谁难受，整天家长里短，背后议论别人是非，搬弄闲话，挑拨离间，口无遮拦，伤人伤己，整天张口上气话，遇事先悲观，逢人就诉苦，
怨气聚集，气场浑浊，贵人见了都会绕道走。口为祸福之门，言为风水之根。想要贵人运旺，先修口德，少抱怨，多感恩，少是非，多包容，少指责，多赞美，少恶言，多善语，嘴上留德，说话留情。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身边小人远离，良人靠近，贵人慢慢自来。第三件事，修心量，养格局，放宽自己的心胸。女人这辈子过得累，大多是心胸太窄，心思太重，一点小事耿耿于怀，一点恩怨记恨多年，一点得失斤斤计较，一点委屈纠结不放。心胸狭隘的人，眼里都是鸡毛蒜皮，心里都是怨恨烦恼，气场阴郁压抑，不仅自己活得痛苦，也留不住贵人福气。易经坤卦讲含宏光大，就是教人胸怀宽广，能容人短处，能容世事缺憾，能看淡得失，能放下恩怨执念。心宽了，烦恼就少了，格局大了，福气就来了。常怀感恩之心，记住别人的好，忘记别人的错，记住他人帮扶之恩，回馈他人善意之暖。懂得感恩的人，福报越积越厚；懂得包容的人，贵人越聚越多。第四件事，多行善事，多积善缘，积攒自身福报。福报就像存钱，一点一滴积累。贵人运就像种树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不要觉得行善事没用，不要觉得做好人吃亏。每一次善心都是给自己的福报账户存钱，每一次善行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铺路搭桥。待人真诚，做事厚道，心存善念，行事端正，坑人不骗人，不算计人，亏欠人，本本分分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。福报攒够了，贵人自然不请自来。运势修好了，人生自然越走越顺。同时，我也要郑重提醒所有女人，有三件事最败贵人运，最耗自身福报，这辈子再难再委屈，也绝对不能做。第一件，背后嚼人舌根，搬弄是非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表面和善，背后算计，流言蜚语出口，不仅伤别人，更毁自己气场。气场一乱，小人缠身，贵人远离，福气散尽。第二件，忘恩负义，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别人帮你一次，不记恩情，懂得回馈；别人对你再好，不懂珍惜，不懂感恩。不懂感恩的人，永远留不住真心，留不住贵人，福气只会越耗越薄，人生只会越走越孤单。第三件，过河拆桥，得人帮扶渡过难关，转头就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踩着恩人往上爬，看似一时占了便宜，实则耗尽一生机缘福报。没人愿意再真心待你，没人愿意再伸手帮你。天道轮回，善恶有报，半点都不会亏欠。各位朋友，易经的智慧从来都不深奥，大道至简，万变不离其中。贵人运从来不是求来的，是修来的。
福气从来不是等来的，是积来的。出生月份给了你先天的优势，不代表可以坐享其成。先天命格普通，代表一辈子注定劳碌。女人这一生最高级的活法，不是靠命运眷顾，不是靠别人庇护，而是修自己的心，养自己的气，积自己的德。你若善良敦厚，贵人智慧奔赴而来；你若心胸宽广，福气智慧常驻不离。你若懂得修行自己，岁月自会温柔待你。今天我把农历6个自带贵人运的月份，把易经天道规律，把后天修贵人运的方法，全部毫无保留跟大家讲透了。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留下来聊一聊，你是农历几月出生？这辈子有没有遇到默默帮你的贵人？听完这期国学智慧，你打算从哪一件小事开始修心积福？喜欢易经国学，喜欢曾仕强处世智慧，想要学会女人修福改命、养气聚贵的道理，一定要点点订阅，锁定我的频道。后续我会持续用易经大道拆解女人命格、家庭运势、修心养福的人生智慧，带你看懂天道人情，修好自身福报，一辈子被贵人护佑，被岁月温柔以待。